Hello，大家好。最近又有很多媒体开始炒作加息马上结束，房价又要恢复上涨的消息。事实是这样的吗？今天的视频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昨天央行行长蒂夫表示，货币政策收紧正在发挥作用，现在利率的限制性可能足以让我们恢复价格稳定。但如果高通胀持续存在，我们将准备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随后他指出，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有明确的证据，现在还不是开始考虑降息的时候。他还表示，为了避免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根深蒂固的高通胀，央行必须迅速果断的行动，否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CIBC 也就是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他们一直是几大银行中鼓吹降息的急先锋。早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的副首席经济学家塔尔就声称，去年9月份将是加拿大央行本次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然后他就一路改口，直到今天。虽然 CIBC 对利率的预测完全不靠谱，但是我认为他们本周发布的房产市场预测报告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CIBC 认为，加拿大房产市场正在面临着1991年经济衰退以来最重大的考验。2021年，加拿大房屋销量达到64000套的峰值，而今年已经下降了45%，这比疫情前的10年平均水平低12%。目前房产市场销售活动非常低迷，销量处于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CIBC 预计2024年上半年，由于利率居高不下，供应充斥整个市场，房产市场活动将进一步恶化。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债台高筑、估值过高的市场，这种疲软尤为明显，而且已经导致这些城市房屋销量直线下降。即使在人口大量涌入的地区也未能幸免，因为大西洋地区和草原地区的3个月年化销售量仍在下降。CIBC 预计下行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尽管他们认为加拿大央行可能已经到达了最终利率，但他们仍预计央行在明年1月份宣布暂停加息之后，房产市场也不会出现复苏。尽管市场已经出现大幅调整，但基准房价自2022年初的峰值以来仅下降了11%，仍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了38%。在新冠疫情的低利率时代，单户住宅的价格上涨速度轻松超过了公寓价格的上涨速度。单户住宅仍比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高出了42%，而公寓的价格涨幅仍高达30%。鉴于价格仍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房价将会进一步下跌。之前的房价之所以不受销量下降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市场上缺乏新上市的房屋。从2022年初到2023年初，新上市房屋数量直线下降，下降幅度不低于31%。在销量下降的环境下，供应严重不足，限制了价格下跌，并在2023年春季的房产市场复苏期间支撑了价格。然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近几个月来，新上市的数量明显反弹，比2023年3月达到的19年低点增长了3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抵押贷款支付迅速增加，由于融资问题，房主开始挂牌出售他们的房产。随之而来的是强制销售也在迅速增加，这些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与新上市房屋比例已经从卖家市场进入了一个平衡的市场，而且现在正在迅速进入买家市场。多伦多市场不但已经进入买家市场，而且已经掀起了抛售潮，温哥华正紧随其后。现在大西洋和草原地区的房产市场也正在走弱，因为负担能力问题使得更多潜在买家保持观望。CIBC 认为，这种疲软的趋势将在未来几个季度持续下去。这种趋势在公寓市场最为明显。虽然最近的经济放缓导致新建低层公寓数量明显下降，但是在建公寓数量同比仍增长超过10%。由于负现金投资者开始积极抛售，增加了转售市场的新供应。这是因为即使租金正以7%的年增长率强劲增长，但是抵押贷款利息成本正在以31%的年增长率更加强劲的增长，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看空未来的投资回报。因为住房危机已经成为威胁加拿大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各级政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建设更多的新房，还不如盘活现有的存量。
而打击短期租赁恐怕是见效最快的增加供应的手段。既然今年9月份开始打击短租市场的美国纽约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加拿大应该也不会太差。所以现在加拿大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打击短期租赁行为，而联邦出台的打击短期租赁的政策也将于2024年1月1日生效。也就是政府将不再允许短租经营者在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等实施短期租赁的地区就短期租赁费用申请所得税减免。目前加拿大各级政府打击短期租赁的政策已经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这项政策将使得房产投资回报率进一步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房产投资者失去投资动力，进而选择套现离场。更多的房源将会进入租赁和交易市场，这将会加剧已经开始的供应冲击。现在多伦多的租赁市场正在迅速降温，当地的代理商表示，由于需求下降，房产租赁的时间比过去要长得多，库存充斥着整个租赁市场，这也是多年来条件首次向租户倾斜。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建筑开工数据显示，尽管投资者需求已经严重恶化，但投资者热衷的公寓开工数量仍呈上升趋势，与单户住宅市场的回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进一步表明，公寓市场将出现更严重的恶化。现在已经明显放缓的抵押贷款市场最能反映出当前市场的疲软。当前抵押贷款同比增长急剧下降，而且平均抵押贷款规模也在下降。当前抵押贷款放缓的速度是有记录以来最快的。尽管抵押贷款市场的拖欠率仍然很低，但 CIBC 认为，随着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以及抵押贷款以更高的利率续签，将导致未来拖欠率增加。目前私人抵押贷款拖欠率正在快速上升之中。CMHC 的数据显示，去年第2季度私人抵押贷款拖欠60天以上的比例为 1.34%， 去年3季度升至 1.5%， 去年第4季度升至 1.65%， 到今年第3季度已经升至 1.95%。 由于房源数量继续呈上升趋势，以及高利率带来的负担能力下降，房产市场活动将继续恶化。投资者更加谨慎将是市场放缓的最重要原因，因为投资者占房屋销售的近1/3，而且他们的杠杆率很高，因此公寓市场将带来最大的跌幅。从现在到2024年第1季度，房屋销售总量可能会再下降 10% 到 15%。在2025年中期之前，加拿大的房产市场不太可能反弹到疫情前的水平。本周道明银行又下调了他们的房产市场预测，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房价跌幅可能是他们之前预测的2倍，也就是下跌 10%， 而不是他们过去预测的 5%。 不知道这是道明银行第几次下调他们的房产市场预测了，不过我相信过段时间他们还会继续下调他们的房产市场预测。现在很多高杠杆投资者都在盼着降息，但是加拿大央行已经明确指出，低利率时代已经结束，而且在未来15年，加拿大人都不得不面对高利率环境，这会导致房产市场下跌周期要比过去长得多。因此，就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 CIBC 的这份新报告可信度显然更高。你认为 CIBC 这份预测报告靠谱吗？你认为未来2年房产市场的走势如何？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